这场是赛季更新第1天打的素材，也是蛮多的细节应对。看完之后，相信对你的意识有所提升。枪野战之中，对面2把狙，2把短枪，短枪肯定是会往前压的嘛，所以说这第1场我们就防一波。一般短枪压，要么从 B 点压，要么就是从小道压。所以说第1回合我就打算是起狙来到这个 B 连的方向，稍微先防一下，因为有些猛人中路就直接干拉 B 点了，老吓人了。然后来到这个位置架小道的，因为小道下压的话一定会往这边看到，我们正好可以给他顺掉。队友站这个位置真的是猛啊！中路但凡出现一杆狙，他就要被顺掉了。小道安全，一墙之隔有脚步，直接丢个 C4线。好家伙，冲锋枪加步枪从 A 大拉过来了，第1回合没抓住，可惜了。这边注意到敌方视角原来是平板啊，那没办法，赶快把自己的幽灵带起来。对面既然是 A 大顶的话，那么我们的 K6 当然是也可以跟他们互顶一波。而且看队友的路径好像都是一起冲的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补好防爆准备切地。这边就藏了一个单排的小心思，队友去探危险的去，我们随时进行补枪就好了。毕竟比起相信路人，我还是更相信我自己。A 大队友不顶，小刀已经崩了，那么我们就该断后了。目前3打4，看队友怎么说，我就先防着自己家里。目前就是围绕能抓一个是一个，把人数的劣势给补齐就好了。打的这个缓一下，卡一下延迟枪。6啊！遇到这种一梭子压到底的，那没什么办法了。毕竟等我人出去，正好也就接到子弹去了。前2天我也说了，这个新赛季这个平板是真的多呀。那整的我打狙的，还有那个10号背包打冲锋的，我都带上幽灵了，真的是被扫怕了。最后一个人确定位置，1v1。2枪差不多打到70，这个时候就该追了。这边就直接翻上去打他就可以了，就一发子弹搞定的事情。哎呦，这磨蹭的别人血量都抬浅了，然后这回再推过去的话，别人卡个无敌枪直接，这个输的真的好可惜啊。本场的翻盘呢，主要是在防守方打出来的，我们就主要看防守方这边的。HVK30配的这一套背包是冰冻弹加 C4， 冰冻弹这边是拦别人速攻的，特别对于这种狭窄的区域非常好用的。不过目前因为针被削了，所以说他们哪怕说双针扎过来的话，我的冰冻弹落下也可能是动不到他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丢冰冻弹的时候是需要再等他们一下的。一般看中路的时候的 B 点，如果队友被打的话，肯定是需要去帮忙的。中间掉包那就好办了，我们就可以待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我们手上冰冻弹好了，就随时丢一个嘛，反正有基地烘焙，不要怕浪费就行。本来想追的，但是注意到他家是有我们队友的，因为他又回头，我们就直接架好，好像是在对枪，直接丢个 C4 隔墙过去。不过队友好像是被 AK 杀的，我们赶快上去看看队友在哪被打的，然后被队友收下，再次赢下一局。防守这张地图最要命的就是5个人集体冲 A 点或者说冲 B 点，其他路放空的话屁股很容易被偷的。这个翻越的下面布个半雷，然后我们来看中路的，中路没什么动静，我们就可以滑过去了，然后来到这个吧台位置，队友直接往 B 点跑了，那么中路就只能我们长枪来看了。小刀队友被打，不要管他，我们就卡好中路就行。包掉 B 点了，我们更要把中路看着，防止 B 点和中路一起包夹包 B 点。不过 B 点掉人了之后，我们就得过去帮忙了。队友选择趴着这个地方等人的话，那么我们继续回头看中路去，切记不要跟着队友一起站在这个位置防 B 通。中路静悄悄的过来，直接打2个屁股，真的太爽了。为什么不去吧台看呢？那是因为 B 点那边不是掉包了吗？ B 点队友交火了，我就得立刻拉过去帮忙。如果说你在吧台的话，你还得跳出来，然后过去，等你过去，这队友都差不多就凉一半了。刚走，中路过去一个人，不过还好被队友收下。这就是最基础的看队友的站位，然后决定自己的站位，避免一堆人都看一个点，然后屁股一断断一窝。注意到 B 点那个位置，队友已经往前压了，我们就可以配合一起往前顶。因为掉包了，进攻方不管怎么绕，他都是会过来捡包的，所以说不要离包太远了，大可不必满地图的去找他，找的途中然后再被蹲的，这样一个一个被蹲掉，然后就记了。浪叔就是这么开始的，就老老实实卡一些点位嘛，然后就等他过来就好了。就算是时间要到了，他下不了包，照样是赢了呀。注意我的位置，像我卡这个中年，我是躲在这个餐车后面的，避免我们家这边过来第一时间能打到我。这都是一些站位的小细节，避免白给的。大家喜欢冲 A 小的话，动作要快。正常情况下 ，A 小下压肯定是要丢震撼弹之类的。因为我这一套是防爆嘛，所以说前面补个防爆，然后滑闪贴边，迅速的往前压。压的时候还要提前1秒，打掉之后贴边，看一下 B 连，然后加上中路，最主要的是中路，因为中路有些玩家是喜欢贴着想翻那个箱子的，我们中间是可以打到他的。这时候注意到 B 点的队友已经冲出来了，但是没有遇到人。那么 B 点中路 A 小都没有人，那只能在 A 大了。A 大队友还被打了，赶快拉过去帮忙。防 A 大的蹲这个水果摊是最好的，因为这边就卡个头皮位嘛。
但突然注意到 A 小的队友被打了，那么 A 小肯定是危险嘛，那我们就下压把 A 小看住，不至于 A 包点的两面受敌。那你就在那个 B 门口的那个箱子那个位置看的话 ，A 斜坡上来直接第一个打的也是你。所以说 A 点不想被包饺子，那么小刀一定要下压，在这个位置看住 A 小。A 小不会漏人的情况下，水果摊就可以蹲了，那个位置卡头 B 位去卡斜坡和 A 大的人，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站点位置，不能全部都缩到 A 包点，不然的话两边同时来打的话，直接来了也扛不住呀。队友那边在开枪，我以为在队友那边呢，我就继续看好小刀嘛。队友两个人抱团去找，我们就卡好自己的位置就好了。作为防守方，尽量少去找，看住点不让他下包就可以了。3打1的局面，最后一个小伙子居然敢在 B 点下包，那他几乎没有翻盘的余地了。我们这边过的话，等一下队友，虽然说家里的队友已经过了，确定他是否在我这边拐角啊？所以说确定最后一个人位置，赶快拉枪过去帮忙。就算是第一个队友掉了也没关系，确定他的位置，我们后2个去包饺子就可以了。最好是3个方向同时进去，这是最好的。那么本场的这一些细节大家学会了吗？溜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赛季更新了，入坑不久的玩家最好是缓一缓再玩，因为赛季初的强度不是普通玩家能顶得住的。首先你要知道，不管你是全服第一还是说8000分兜底战神，赛季一更新一律回到钻石5，也就是说钻石5的局鱼龙混杂，再加上这个游戏老玩家居多，龙多鱼少。虽然说你有可能入坑1-2个月都上了战神，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，毕竟战神才是开始。新手战神遇到老油条也是足够你难受的了。老油条之上呢，就是榜上的居老，你要是没点风骚的走位，见面你差不多就是没了。这虽然是个5v5的游戏，但是也是一个5包1的游戏。一个实力强的是可以快速屠杀掉你4个队友，像我知道怎么避免跟狙击手正面交锋，所以说经常开局几十秒就剩1个了，把让你1打3、1打4，你游戏体验肯定不会好的。最好的方法就是赛季更新之后打点别的，比如说你有什么喜欢的皮啊，可以干个金皮啊，或者说钻皮，提升自己的对枪能力。缓一段时间，等那些高手们都上去了，然后让这个分段回到该有的分段水平，然后你就慢慢打，就顺着你的实力慢慢打上去就好了。多总结几个赛季，当你成为老手的时候，你再慢慢挑战新赛季嘛，是要有一个过程的。你总不至于你一个新手你就要挑战最高 BOSS 吧，挑战职业去吧。所以说我的友好建议是，赛季初先避其锋芒，缓一段时间打。如果说你要铁了心要打的话，那么这几条建议你要收好。第一个，输赢看淡，但是要尽力打。包括我认识的几个船战，他也是头被锤烂了。所以说你要是被头被锤烂了，坚强点很正常，心态稳住，不要那么容易炸。炸了的话就别打了，本就不是同等实力的对决，输了又如何呢？是不是？但是还是要尽力打，输赢看淡，不是说让你摆烂。你摆烂的话，那你开排位干嘛呢？第二个，新赛季平板泛滥，最好是把幽灵带上。今天打的时候看到自己这边好几局都有3-4个平板在那扫，我脑瓜子真的是嗡嗡的，结果就是人被冲烂了。而且一个个新手脚步也不控，你就算是带了平板在这扫人，你这大脚丫子，这不是告诉别人你在这儿吗？学会控脚步好不好？第3条也是最重要的，要长记性，自己从哪条路被打了，自己白给的原因要清楚，避免下次相同的白给。学习别人运用的点位，自己在后续的时候自己学着用，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从死亡回放中大概也就知道别人从哪条路摸过来的，包括别人的技能是怎么运用的，都是可以能看得出来的。第4个呢，就是用版本强一点的枪，你不要用一些版本很弱的枪，而且要知道自己手上这把枪能打多远，这里面没有残血的那么一说，必杀的时候再开枪呀。这游戏你就以包为核心就行了，队友要找你就没办法，你就不管他就好了，你看好包就行了，看包永远是不会错的。目前就想到了这4条，那么这个素材就是我今天早上碰到的，两边根本不是一个实力等级的呀。尽管说偶然赢了这一把，但是输那是必然的，因为队伍里面没有人挑起大梁的话，差不多就记了。对面关键还有2个玩的比较溜的，没办法，我一个人打不过。我玩局玩的也不是那么厉害，被别人冲脸就差不多就记了，然后没有意外记。小伙子都没有带进步，你从这边过去，人家听不到你上来吗？好了，新赛季祝大家好运，溜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